上一集呢，我跟大家说过这辆车购买它的心路历程，还有库存2年的车到底遇到了什么问题。那这一集我来讲一下我的使用心得好了啊。首先就是觉得它超帅的，每天下车的时候都会想回头看一看啊。这辆 FL5 刚出来的时候，很多人都说啊，没有 FK8 好看 ，FK8 像一个机器人，像高达，像钢弹啊。但是呢 ，FL5 像一只海豚，看起来没什么杀伤力。但是看久了，我觉得其实蛮有以前这种日系车那种比较低调，但是又带有性能感的这种感觉啊。那至于这个动力啊，据我所知，有人去拉马力，日版的这个程序跟中版的程序相比，差的可不止30匹。够不够用？我相信非常够用啦。当你看到每天早上北横通道那些龟车，你会觉得其实大部分的人，不要说300匹了，150匹可能都用不完。所以300匹，我相信对大多数的人都非常够用，去赛道日玩也都 OK 的。只不过你如果要跟什么 M-Power 比啊 ，MG 或者是保时捷比，那真的是差太多了啦。就像是懒趴背给退啊，差太多了。但是就像我刚刚说的，其实一般驾驶是够用的啦。如果你真的不行，这辆车的改装资源这么多，到时候再去升级回来，不就可以了吗？当然了，电车这么强，随随便便400、500、600匹，所以你真的对马力很看重，那这辆车不太适合你啊。至于我觉得比较让我吃惊的一点就是它的动态啊，之前我说它像是轨道车，我一直是这样觉得，包括它的这个高速稳定性都让我觉得这辆车的操控应该是那种非常稳，然后比较迟钝，比较没有那么刺激的。但是当我去天马赛车场跑完几次赛道日之后，我真的对它有点改观了。可能是我这个轮胎的胎况比较不好，所以导致说它的这个车身的动态十分的丰富啊。你在拼凶一点的时候呢，其实啊，它的车尾会很明显的往外带，非常非常明显。但是呢，这个往外带也不会让你觉得很恐惧。哇！因为有些前驱车车尾往外带是很突然的、很突兀的，而且它的油门反应不够灵敏的话，你很难救得回来。但是这辆车不会。那相较之下呢 ，GR Yaris 反而是比较稳定一点，4轮稳稳的贴在地上，入弯也是偏推的。我觉得我之后可能会换一组比较正常一点轮胎，因为现在这组轮胎开况并不是很好。到时候再跟大家分享一下，换了比较好轮胎之后的 Civic Type 啊，是不是像这个烂轮胎一样啊，车尾这么的滑溜？那讲到这个车尾动态，我觉得我开过最舒服的前驱车是 Fiesta ST， 那辆车的车尾动态，我到今天10多年前开的，13年前开的，我到今天还是念念不忘。因为它的滑，不是那种无限制的滑，它会带一下，但是不会让你觉得恐惧，只会让你觉得你好像是个车神一样。啊，这个有点跑题了。那这辆车还有一个我觉得蛮特别的地方，就是它的直线稳定性很好，可能跟普通的 Civic 不太一样。普通 Civic 其实也已经很好了，但是这辆车我觉得它的感觉是更好的。你如果要戴头盔，去赛道日开这辆车戴头盔的话，它一旦切换到加 R 的这个模式之下，它这个声浪刚好会跟你的头盔产生那种很奇怪的共鸣，听久了耳朵其实不太舒服。那我看到网上有一些教你如何拆这个假声浪的装置的一些教学视频啊，但是我个人是觉得太麻烦了，就算了，就这样吧。还有一点就是，我觉得这辆车的这个车身稳定系统的逻辑很奇怪，就是它只有在加 R 模式之下才能把第2段解掉。要不然你就得用那个 pedal dance， 就是进入它的这个工程模式。我觉得这个很奇怪，我难道用个性的时候不能把它全解吗？像 GR Yaris， 你用这个 Sport 或是 Track 模式都可以全解啊。而且加 R 模式其实说真的有点太跳了，并不是一个这么适合所有赛道的一个设定啊。那我觉得这个可能是它的优点，也是它的缺点啊。因为这辆车的避震器这么硬，刚好让你觉得有一种好像在开赛车的感觉。这点我必须得说，跟 GR Yaris 真的非常非常的不一样。那其他呢？我是觉得我的外后视镜不知道是不是这库存太久了，总是有一个关门的时候会有个松散的声音啊，不知道是不是里面有一些机构已经松掉了。那至于说到油耗啊，其实这种车我觉得提油耗稍微显得不那么合适，因为讲的我好像很穷一样。没错啦，我其实还蛮重视油耗的。我这个高架跟平面道路混合使用，大概是每100公里10升啦。其实不算太耗油啊，但是它有一个我觉得蛮严重的缺点，就是它的油箱实在是太小了，跟一般的 Civic 其实是一样的，所以我常常开不到400公里、300多公里，你狠一点200多公里就得去加油了。
这其实是有点烦的，我觉得。而且这辆车一定得加98啊，虽然说95也行啦，我也加过95，但是加98还是比较好的。那至于其他的感觉呢，就是这辆车的座椅，前排座椅我觉得真的是无敌。这个车的座椅功能非常的简陋，手动座椅没有任何什么靠背可调啊、什么充气啊、按摩啊，全部一样都没有。但是你可以连续开10几个小时，都非常的舒服。但是这必须得说是我的问题啦，就是本田的车坐姿都稍微比较低，所以我每一次从车里面出来，都会听到我左边的膝盖会咔一声。而且呢，它的侧翼比较高，所以你出来的时候，有时候会跟方向盘卡住，你的大腿会跟方向盘卡一下。那就是你出来的时候，要么就是卡一下，要么就是把椅子往后拉，就不会卡到了。那之前我提到说库存车有一些问题啊，那其实除了这些问题之外，我在日常使用没有什么大的毛病。很多人说副水箱会漏水我现在也还没遇到。发动机会渗油我也没有遇到唯一让我觉得最烦的地方就是这辆车的 A 柱饰板，还有后视镜后面那一块塑胶盖，还有我的方向灯的这个开关的这个旋转的旋钮，是松的，很容易出现异响。我觉得这辆车的异响真的是好多比我以前的时代 Civic 要多太多了。由此可见，其实东风本田的组装水平还是不错的，至少车没有这么多的异响嘛。还有就是这辆车的手动挡，很多人都说这个车的手感一流我是觉得还可以，比 GR-Yaris 好一点。但是呢，我常常出现这种要进一档，红灯起步要进一档的时候推不进去，出现过好几次的，不是偶发的其他部分像空间这些我就不仔细说了，因为空间就跟普通的 Civic 是一样的，没有什么太特别的地方。而且呢，这辆车还少了一个座位，它是4座的，中间是不能坐人的但是呢，我必须得说，这辆车跟时代 Civic 相比少了排挡座底下的储物空间，我觉得那个空间非常非常的重要，那这辆车没有。还有就是这个其实不能算缺点因为这个地方我很喜欢，就是中控台上那个网格状的空调出风口，我觉得很漂亮但是呢，很多这个空气芳香剂都没有办法插在这边。那关于内装，我还有一个最大的吐槽点，我都是差点忘了讲，就是它的这个车机它竟然把 CarPlay 给阉割掉了。我其实不太知道为什么要把 CarPlay 阉割掉因为10代本来都好好的就有那11代为什么要阉掉为了这个，他弄了一个很奇怪的车机系统。然后呢，这个车机系统虽然说功能蛮多的啦，你还可以远程遥控车辆，但我觉得这不好用我要远程遥控车辆干嘛？这是一辆油车，我开空调吗？还是干什么吗？所以我觉得你还不如老老实实的给我们一个 CarPlay 尤其是这辆车的车机真的是很不好用，导航也不好用。我觉得这真的是这辆车最大的败笔，就是这个车机没有 CarPlay， 而且它的这 ETC 对像我们这种港澳台的用户非常的不友好，因为它要绑定一大堆证件号码，但是呢，我们的证件号码又特别的奇怪所以说弄到最后绑定不了，我又只能把原来的这个 ETC 拆下来装在我自己的车上，把这辆车上的 ETC 插头拔掉。那至于改装我个人现在是不打算改什么东西因为我觉得这种原厂的性能车，它原厂的状态就是工程师觉得最好的状态，他想要呈现给你的就是这个样子。当然，我觉得你有钱，你喜欢玩，那也是你的玩法，我觉得没什么对错。那像它的刹车，我觉得也是非常的好因为虽然它的刹车直径前面350×32并没有这个 GR-Yaris 的356这么大，但是呢，厚度32就是比 GR-Yaris 的28更能够承受这些热量它的热容量是更高的，而且我觉得它的刹车脚感比较好，我比较喜欢那种踩下去就有的这种感觉，像 GR-Yaris 踩下去，我觉得反应好像稍微慢了一点。其实我在买这辆车之前，我就有考虑过 MX-5，也去看车了。车我是很喜欢，从 MX-5这一代刚发表之后，我就一直在关注这辆车，也开过 RF 或者日本的这个 1.5 版本我都开过。MX 我觉得最有趣的一点就是你不用开得很快，你就能了解到后驱车是怎么样的一个车身动态，我觉得这是我最喜欢的地方。那如果在更接下来还有什么打算的话，其实我觉得一个男人一生之中都应该要有一台911。好，那今天的节目呢就到这边告一段落了如果你还在考虑要不要买这辆车，我只能奉劝你如果你真的是觉得好喜欢好喜欢，那你就买了，真的也不用再去想说要等最低价，因为最低价可能你永远都等不到你对于这辆车库存很久，你觉得有疑虑，我只能说有疑虑就别买因为
这个疑虑只会在你心中不断的变大膨胀，好，最后让你觉得很烦。喜欢就买，不喜欢就别买，好，就这么简单。这次真的是告一段落了，好了，拜拜，祝大家新年快乐，拜拜。